谢哈。我想这个协会成立的起心动念，其实是我觉得台湾我们的组成很多是中小企业啊。那尤其在今年2025年，美国通过了所谓的天才法案啊，这跟稳定币相关的，然后马上还会有另外一个法案，就是清晰法案，它就是跟监管相关的法案。这个一夕之间，全世界金融的大国美国在这个虚拟货币市场里面有这么大的动作，显然是要把它规范化。那各国，我们看我们周边的国家，你看像香港啦、新加坡啦、日本、韩国啊，当然不要讲中东的杜拜那些很多欧洲国家，他们都有相关的法案推出来，而且也很多跟稳定币相关的法案，还有监管的法案，通通都出来了。我想台湾在这一块，我们也不能落后。台湾刚刚我们李博士刚刚演讲也讲到，他觉得未来台湾如果有稳定币的发行的时候，在供应链上面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刚刚特别举例了台积电、鸿海这样世界型的大企业，他的企业很多都是全国性的客户啊，他是收美元。那他的客户很多，比如说他把晶片卖给做 server 的，那 server 的卖给像 Meta 这样的公司。Meta 这样的公司发行自己稳定币以后，他以后会不会想要用自己的稳定币付钱给像鸿海这样的企业，付钱给像台积电这样的企业呢？那台积电收到这些稳定币以后，它是个台湾的公司，台湾的上市公司，我们的会计法则有没有办法与时俱进的去让公司在会计里面认列这些所谓的新型的金融资产？怎么认列它？怎么认列收入？怎么认列资产？那未来它能不能再用它这个币去跟台湾的稳定币来做结合，去给它的上下游的供应链？我想这个一系列的事情是很快的啊。那我想不管是民间业者还是政府，我们都需要一起携手来对这些议题啊，然后能够有个很清晰的探讨，然后做引领。我觉得这个对企业比较好，中小型企业当然更是了，因为中小型企业很多都是一些大企业的外包商啦，整个供应链搭在一起的，世界都是一体的，这没有办法分别的。这个是议题，我想大家都会时时的会感受到这个事情。那另外协会另外一个起心动念，其实还是围绕在台湾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我们刚刚讲台湾，我们希望台湾做一个科技岛，台湾要数位化。这口号讲得很好听，可是我们实际上发现，尤其我在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以来，我发现中小企业它缺乏很多的资源。举例来说，我公司想要建一个资料库来用一些，我想要收集一些会员资料，因为我做零售，收集一些会员资料。那我这些会员资料怎么收集？收集后存在哪里？那我会不会违反个资法？我怎么用可以合法的使用？哪些用是我可能会触犯法律？我想这些事情大家可能都需要有资源啊，有管道去了解。另外一种就是说我收集来以后，我怎么好好的储存？那更而甚者说，我收集来这些资料以后，我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有人来教我做这些应用。因为大家也知道，台湾也少子化，我们的从业人员也越来越少，工程师也很紧俏。一般的企业也不可能请到很懂 AI、很懂数位化的工程师，没有办法。那外面有没有这样的工具可以使用？我想这是我们协会想要做媒合的地方。我们帮助中小企业，也帮助这些新兴的年轻人做的新创企业，他们也很多做的很有理想，想要做帮企业数位化的一些工具。那他们可能也找不到好的渠道来让这些中小企业们使用。那这是我们要对接的事情。那当然了，还有我们再讲回整个发展协会，当然发展是希望能够各行各业然后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都能够加入我们的平台，然后贡献自己的力量，贡献自己的分享大家来分享自己做的事情。比如说我刚刚也跟信义房屋的这个集团的数位长他们在聊天，因为他们过往几年的数位转型花了非常多的力气做数位转型，也非常的成功。像这样的经验，是不是也可以找个机会在协会办的活动里面分享给其他的企业做参考？我想同业之间的互相交流一定是非常好的，有着不同的业界可以借由这个其他业界的这个先行的经验，得到很多的启发嘛。我想这些都是未来我们协会想做的事情，因为台湾也是社会的一份子嘛。全球国际社会的一份子所以我希望做协会的目的，我们也不只是着眼于台湾而已。我们希望以这个协会呢，我们会跟更多的国际上面相关的协会做交流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协会的这些成员都是非常的国际化，他们的个人的可能这个自己的企业都是很国际化的企业，所以不单单只是在我们台湾里面，
我希望这个协会也可以跟全世界各个国家相关的，比如说数位化相关的协会，譬如说跟虚拟资产相关的协会，我们都能够做交流。我们也希望国际的朋友来到台湾，想要了解台湾、认识台湾相关的从业业者、台湾相关的协会呢，我们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入口啊，做一个很好的借鉴、很好的桥梁。我想这是我对协会的愿景。对我希望台湾在全世界，我觉得我一个个人理念是这样子：当台湾越开放的时候，其实台湾是越安全的。你可以想象，如果说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透过更简单、更方便的方法来拥有台湾的一些值得投资的资产的时候，举例来讲，比如说台积电打我们的护国神山，但是现在买台积电的股票，你要不然就是你的外资就透过台湾 QF 进来台湾买，要不然就在美国的股票市场买台积电的 ADR。但如果说台积电的股票让更多人用更简单的方法能够买到呢，这是不是对我们的台积电也更好，然后对我们的国家也越安全？那另外，比如说台湾除了台积电以外，有这么多的好公司，全球的供应链，台湾都是占非常重要的角色。我想这些都值得透过一些好的方法，让国际来认识我们啊。就是我想协会也会以这个为一个努力的目标去前进。事实上，金管会也表示，现在银行界也在探讨这个稳定币的问题。那我们当然希望将来我们有另外一个支付的方式，也有另外一个资产的方式来提炼，不完全用所谓的纸币来代替哈。那这个是一个新的东西了所以我们目前来讲，当然我们希望更多人呢共同来参与意见会比较好，不能说谁的意见为主哈。那我们也要看政府的态度跟所有主管机关的态度。那另外一个就是看国际社会对这个稳定币将来发展如何去，也是我们一个借鉴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来起个头，然后能够加快速度，能够来赶上国际的进度。我们会成立以后，我们会展开跟不管是立法或者行政部门的这个沟通协调，那总要是找到一个大家可以肯定稳定的这个做法所以对于其内容呢，我们会责成我们这个理监事会来就其他内容提出一些我们的看法。那我接下来我会率他们去拜会这些行政部门或者立法部门，也让他们知道，因为每一个立法人是不完全懂，每一个行政部门因为这是一个新的，那我们要跟我刚刚讲说，我们要把国际拿来当借鉴。那国际上所存在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完全放在台湾的社会里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